有竞争的地方就会有生存法则，何况是在演艺圈。大家好，我是 Connie。前段时间呢，肖战事件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好朋友非常的关心。于是呢，我也出来做了一期关于肖战的节目啊。但是不巧的是，我做节目的那天正好赶上哀悼日了。于是我就在想，不能在那天发节目嘛，我就赶紧把节目从平台上面撤了下来。我想第二天再发不就行了嘛？结果第二天手机掉水里面了，再也找不到那期节目了啊！但是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先简短的来概括一下那期节目到底说了什么。首先第一点，这个事件的产生，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其实是成名所必然会付出的代价的可能性啊！为什么呢？之前有一期节目我曾经谈过成名的代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成名代价总的来说就是你做了什么，所以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后果。有时候更可怕的是什么？你成名了，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因为你成名，所以也会惹得一身骚，这就是成名的代价啊！大家好好去看那期节目的话，会了解这个逻辑概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很多好朋友非常的关心了，就是说，那这个事件到底对肖战的演艺事业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当时我不太敢说这句话，但是后来我想想看，还是要把它说出来，这毕竟是演艺圈的一个规律啊。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仅对他的演艺事业没有阻碍，反而有推动和帮助的作用。为什么呢？引用我们老前辈的一些话，在演艺圈里面 ，No news is bad news, bad news is good news。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演艺圈里面，你没有新闻才是坏新闻，有新闻，你不管是好新闻、坏新闻都是好新闻，只要你这个新闻不涉及到道德层面，不涉及到广电总局要封杀的层面，那就是好新闻。为什么啊？大家在一起吃饭，哎，谈肖战，旁边人，哎，肖战是谁啊？跟你讲一遍，认识了，对不对？因为有个事件认识了，所以呢，它也是一个认知开启的一个钥匙。但是呢，我不想说的原因是什么？我怕很多好朋友，或者是说一些演艺圈的人想急功近利啊，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去做一些这种炒作的这种事件啊。大家还是要把精力放在作品上面。你作品到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子的规律。同样能够达到更高的高度，而且走得更远。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粉丝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因为大家付出了这么多，但是肖战本身并没有出来说什么做什么啊。其实这个呢，可能粉丝要体谅一下了，因为肖战他不能说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他已经不是代表他个人了，他代表的不光是他个人，他公司，甚至是那么多的品牌商在背后啊，一年签了那么多的合约在背后。他只要有一句话说错，或者是做错的话，那背后的产业链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每个人我相信都会打电话跟他说，你不能说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啊，这个品牌的形象一定要维护住。所以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啊。你尊重了自己的粉丝，你就会伤害到别人的自由。你尊重了别人的自由，你就会伤害自己的粉丝，怎么办呢？啊，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什么不说，什么都不做。那还好，重点是在哪呢？重点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他把重点放在了作品上面。光点这首歌呢，一发行就创造了这个销量史上的一个奇迹啊，据说有上亿的销售量啊，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非常的精确啊，但至少有 Connie 哥哥贡献的3块钱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肖战在这首歌上面是动了极大的脑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红梅赞》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很多好朋友想让我来点评，我就想我不说了吧。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红梅赞》，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那个制作人把肖战的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啊，《红梅赞》第一，这首歌是一首很大的歌曲，对吧？都是歌唱家唱的啊。一个歌手在唱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唱，你一定要在编排的时候，在制作的时候要动很多的脑子，你才能让他唱这首歌曲。啊，你不能说像一般的这种声乐老师肯定说那就不适合你唱，但对于制作人来讲不是这个概念，动脑子仍然可以唱，但是那首歌一看是没有动太多脑子的，但是这一首光点这首歌曲我一看哇，我知道动了很多的脑子啊，因为肖战他的特点被展现出来了，他的特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他是一个影视演员，他是一个偶像。他在唱功上面，你要说多好，其实说句实话，你身为粉丝都不可能啊说出来，就是说我因为是我的偶像，我就说他唱功多好，不能这样子来说的，一定要很客观的来评价他的唱功，有好的方面，但是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那他好的方面在哪呢？第一，他的声音非常的干净，
很纯粹，它的高频非常的多，它的情感的投入非常的 OK， 这就是它的好的方面。OK， 对于一个制作人来讲，我知道这个好的方面，我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好的方面了。为什么我说红梅赞很难凸显它的优点呢？因为对于一个唱功非常好的艺人来讲的话，律动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一个偶像派的艺人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唱这样的大歌的时候，你自己带不出来律动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种节奏型的东西去给他带律动感。一个钢琴伴奏，一个抒情的东西，完全靠他一个人在这撑，很难的。他顾了律动，顾不了这个气息，顾得了气息，顾不了层次。太多东西要顾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顾。所以说，那个制作人当时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觉得啊，很可能把它当成一个行货来做了，当成一个项目来做了，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作品来做。而这次光点就不一样了。我看到是有3个人和他合作的啊，3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背景，我也没有去查，但是我可以感觉出来的是，他们对于音乐是有 sense 的，sense 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和大家来说一点点比较深入一点、比较专业一点的话。一个好的制作人，他第一判断什么是好的音乐，第二是在制作的时候要达到3点平衡。哪3点平衡呢？第一个是频率的平衡，中频、高频、低频，超高频、超低频，5点的平衡。那第2点平衡是什么呢？声相的平衡，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哪个大哪个小，声相的平衡。第3个平衡，层次的平衡，什么时候用单声，什么时候用叠声，什么时候用和声，前后如何达到层次的叠加，什么时候达到层次的轮换，这些是制作人要动的脑子啊。这个是一个制作必须要出来的一个质量的一个保证，然后呢，再把它的优势往里面来放。我们可以看到，像《光点》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很爱听，因为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歌我可以反复的听，我很轻松。为什么？你听的都是好的方面，你当然感觉到轻松了嘛。而且这首歌又是一个励志的歌曲，当然有很多的老前辈不同意啊，说现在励志歌曲显得不那么励志，太轻快了嘛。其实不能这么想，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时代哪有那么多多愁善感，对不对？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大家都是很平静，对吧？很开心的嘛，何必要搞得那么苦大仇深呢？励志也可以这样子的，对吧？很轻松的音乐在这边励志嘛 ，OK 的。所以我倒是很赞同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形式，然后把它的这个状态给表现出来啊。所以大家来仔细听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制作上的一些劣势在的。但是这些劣势我觉得已经比之前的那些东西已经进步到不知道多少了如果说 Colin 来制作的话，我会在想还有几方面的一些改进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肖战的高频比较多，高频比较多的时候，你的底鼓的低频可能会要加强一点，甚至整个音乐的编排要更加的贴他的人声一点，能帮助他的人声往前来鼓动，做得更多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可能在我看来当然每个制作人有每个制作人的不同的想法，这就涉及到想法的问题了。我不觉得涉及到一些专业的问题，这是想法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的让这首歌的律动感更强一点点。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肖战在这次歌曲上面动了很大的脑子，动了很多的这种心思在。我觉得只要这样子下去的话，会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越来越好的。唱功我们可以慢慢的在进步，不用急，但是要把自己的优势找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了，对不对？大家就非常的舒畅了，对吧？看到画面，对吧？就是历历在目，听到这个声音历历在耳多好多开心我也希望肖战在未来的音乐作品当中呢，也能达到这样子的光点的这样子的作品的这种高度多动脑子，多和有 sense 的制作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有 sense 的制作人其实不在于他的年龄多大，也不在于他是不是以前从事这个制作这个行业的，这都不重要的。一个好的制作人，他就是要判断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你的优势是什么我需要抓住的东西是什么，这首歌的卖点是什么，这些东西抓到以后，这不可能不是一个好音乐的。